你怀孕了？我有婚书。婚书？打印店刚做的吧？我相信我的儿子，我就是不相信他的人品，我也相信他的审美。哎，我家印章。婆婆，天地可见，违背婚约是要生死道消的。婚约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大嫂，食欲该吃药了。不能喝。哪来的野丫头？滚开！别影响我给食欲治病。你想要害他的命？我是他二叔，我会害他？我是他老婆，我说你会。嘿，弟。这不过就是个小把戏嘛，雕虫小技也想骗我们，可笑。这个汤药里面放了马钱子，马钱子微苦，还有淡淡的清香。仔细闻的话，可以闻到坚果变质的油格味。你可以闻闻这个老登的手，再闻闻这个药碗。这个药是刚熬制成的，毒药也是刚下进去的，所以一定能闻到味道。小叔，你马钱子可以让人肌肉僵硬、昏迷惊厥，跟植物人的症状还挺像的。到时候只要说我老公醒过来是回光返照，就可以蒙混过关。之前的毒香已经够阴狠了，好在有我这个玄学天才在，分分钟就给你破了。不过这个老登一招不成又心生坏计，居然直接给他下毒。她是我的老婆，是我罩着的人，想要动她，经过我同意没有？我没做过，你神经病啊！胡言乱语什么呢？都说这相由心生，瞧瞧你这一脸刻薄相，你早就觊觎霍氏已久，并且看不惯霍氏玉手握大权，所以你想害死他。来人，把这个要饭的给我赶出去！爹，这么好看的身子，又被这把破刀划破了，也太可惜了。小心！这白色的老公长得还挺好。疯女人，你想得害死我！明明是我救了你好吗？白眼狼！你救我的方式就是劈了我。这个就只是一个意外。你是我老公，我怎么可能会劈了你？儿子，你怎么样？头还疼不疼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哎，大婶啊，连二叔我都快急死了，我到处的敲山烧香，天可怜见呀！二叔我的诚心啊，终于有了回应啊！二叔，你这演技不去拍戏真是浪费天赋了呀！这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喂，赵特助，取消霍印华副总职位，逐出霍氏，立刻生效。你敢！嘿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敢害我儿子！哎，干什么？东西，你等着！我扶你回房间休息吧。现在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，你是打算跟我结婚了？喜欢这张床？对啊，这张床可比我在山上的木床要舒服多了。它是你的了。180万，赔偿的钱打进我卡里。被你毒死的那条白金龙270万，红龙500万，共计950万。赔偿？
霍总是这样被唤醒的？你哦，原来霍总喜欢的是这一款，真小众。你好，我是霍总的助理。你好，我是霍时玉的老婆，我叫江软。老婆？刚才那把刀落下来，是不是我把你拉开，你才没被杀的？算是吧。你却想嫁给我？啊，原来是英雄救美，以身相许。这就叫恩将仇报。那这婚书你也不承认了？霍时玉是吧？年薪翻倍，从今天起你叫霍时玉，跟他结婚啊！把他赶出去。温馨提示：碰我你会倒霉的。忽悠谁呢？走吧。吵死了！医学奇迹啊，霍总，您真是天有福星，身体机能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后遗症。医生，他都躺了3个月，会不会影响某些方面的能力啊？什么影响？就是男人那方面的能力。你能不能精神一点？我们都结婚了，我当然得关心一下嘛。谁要和你结婚了？你可不许反悔啊！我嫁妆都带来了我。这就是你的嫁妆？对啊，这些都是我在山上种的，都是施的农家肥、灵物。哎，不疼了。江小姐，您真神了。碰到你会倒霉。对啊，师傅说我是他灵力最高的弟子，可惜我命犯天煞，碰到我就会倒霉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能飞升，还连累同门师兄都被雷给劈了。不过师傅说了，命中注定的人可以帮我化解天煞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我去倒杯水。你看，你命硬，可以克制住我的天煞。哇，第一颗珠子的黑气已经退了，这便宜老公可真好用啊！孙子，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！还是你硬。哎，没事啊，您先去书房等我，我处理点麻烦就过来。我好像看见个女孩子。看错了。你走吧，缘分这种事情强求不来的。你这是打算违抗命运，背弃婚约了？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
起来，也就这张床是最舒服的。在没有跟你行使人间极乐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好，那你最好永远待这上面。霍时玉，我给你算一卦，20分钟之后，你会亲自接我回去。温叔，江软，你见到他了？他人呢？嗯，哎呦，快，赶快去见你姑奶奶！姑奶奶，哎呦，小师姐呀，想死你了！师妹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她怎么可能是我姑奶奶？哎呀，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，我就到崇华山上的享乐宗去清修了。小阮呢是我的带教师姐，我看她呀善良可爱，又跟你年龄相当，我呀就做主给你们定了婚约。奶奶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擅自决定呢？你说你整天孤沉寡秀的，你呀只有跟了他在一起，你才能渡劫保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接你小姑奶奶进门啊！刚好20分钟。进去吧。我跟这张床垫不离不弃，要是有人能把我抬进去就好了。来人！哎，这种事自己来方显诚意。哎呦！下来！哎呦，抱好了，别摔着你小姑奶奶了。霍时玉，你真好用。这是怎么了？霍时玉，我这才1天就把你给累倒了。我说这是怎么了？不好，他体内还有余毒未清，需要尽快解毒才行。哎呦，那小师姐，这可全凭你了。放心吧，他是我老公，我会照顾他的。不过，我们这婚礼什么时候举办呀？2周以后。好嘞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就是渡个劫嘛，这不就轻松解决了？哪里用得了2个月？谁？你体内还有余毒未清，需要7749个疗程才能清毒。我有秘方。秘方？这就是你所说的秘方啊？霍总，这很有用的。我考虑到您的审美呢，特意切成了果盘。浊气排出，毒会散尽。爸，我带着千玺姐来。看你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少，真凶来了。什么情况？徐玉哥，你怎么吐血了？我听小雨说你醒了，马上过来看你。医生呢？你对徐玉哥做了什么？哪来的野鸡，敢接近我男人？就是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哥的浴室？赵特助，老宅什么时候允许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进来的？好吵呀！霍小雨，你的礼貌呢？老公，注意难得。老公。江软，这就是你给奶奶的保证啊？
不就是吐血嘛，简单，我能处理。不过啊，你一定要小心那个女人，要远离她，否则这吐血事情还有可能会死啊。桌子又黑了，得多吸2口清气才行。你这女人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诗玉哥，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？对不起，是我冒犯了。小雨，我还是走吧。你走什么走？哥，你个渣男！你昏迷的时候都是千雪姐在照顾，结果你醒来之后就找上别的女人了，还是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女人。你们霍家的子孙对长辈都这么无礼的吗？这要是在我们享乐宗啊，是要被吊起来打的。享乐宗，你也看到？大小姐不要！对不起啊，大小姐。哟，行这么大的礼呀，你也不去服服？你小雨，贱人，敢碰我看上的男人，去死！你看，这不就倒霉了？行了，来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妹妹霍小雨，这位是霍家的养女林千雪，她是你们姑奶奶，快叫人。姑奶奶，诗玉哥，她是我们姑奶奶，那你为什么要说她是你老婆？你是不是在骗我们？就是，她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姑奶奶？她是奶奶的师姐，享乐宗的玄门弟子，你们当然得叫姑奶奶。还是我的未婚妻江蕊。老公，你终于愿意承认我啦？哥，她要是我们的姑奶奶，你还要娶她做我的嫂子？哎呀，没事儿的，我管你叫妹，你管我叫奶，咱们各论各的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小时候你就说要娶千雪姐姐做你老婆，你始乱终弃，你薄情寡义。小雨，别说了，小时候不懂事儿，石玉哥估计早都不记得了。我只希望石玉哥幸福，我愿意退出。赵特助，霍总，把家里82年的龙井都给我扔出去。啊？家里茶味太重，熏到我了。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千雪姐呢？你被江软灌了什么迷魂药啊？哎呦，傻妹妹，你身边这个女人啊，是典型的3白眼、鹰钩鼻。这种人啊，大多数心肠歹毒、自私自利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而且，她还跟你的老公滚床单，要吃你的绝户，你还在帮人数钱呢，妹妹。你血口喷人！怎么回事？唉。你妹妹啊，霉运照顶，大祸临头。今天晚上她就会因为车祸死无葬身之地。然后呢，林千雪就会跟你妹妹那个赘婿一起吞并整个霍氏。但我是死的。我如果没有出现的话，你已经被你二叔害死了呀。不可能！千雪姐，我们2个从小一起长大。她是我姐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怎么可能害我呢？还有我老公，你都没有见过。你跟你老公是大学相识，恋爱5年，结婚3年。结婚的时候，你不要彩礼，不要3金，还倒贴了3套房和1家公司，还有1家赛车俱乐部。你跟你老公无子无女，你大哥变成植物人之后，你老公就慢慢接管了霍氏的业务，并且
在总部晋升成功。你这疯女人竟然敢调查我！1周之后就是股东大会了，到时候你车祸身亡，你老公就会继承你的全部股份，进而吞并整个霍氏。这是要吃你绝户呀，妹妹。还有他，早就滚到你老公的床上了，他是你老公的帮凶。小雨，你真相信他说的话吗？切，怎么可能？我可是职业赛车手，而且我每次出门前，管家都会对我的车进行安全检查。他要是说别的事故，我还可能相信，车祸绝对不可能。况且你喜欢我哥这么多年，怎么会跟我的老公纠缠不清呢？今天晚上会有大雨，你开着车到跨海大桥的时候，这大桥就会被雷给劈断，这不就车毁人亡了吗？越说越离谱。千雪姐，我们走。什么？天气预报说海城近1周内都是晴天，我倒要看看哪来的雷能劈死我。走，小雨。小雨。你一点都不担心你的妹妹？这么冷血的吗？不愧是天克我的男人啊！出个价。什么？霍小雨这个人从小就很冲动，对他相信的人深信不疑。他要是没有看到林千雪亲手害他，他不会相信你半个字。这样，我出钱，你救人，救活就行，伤残不论。什么条件都可以。你说，救完他回来，我们就严防。小雨，你慢点开。千雪姐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千雪姐，你该不会是信了那疯女人的话吧？虽然现在是晚上，但外面月朗星稀的，怎么可能会有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会突然这么紧张？小雨，你怎么了？千雪姐，外面真的打雷了，那疯女人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？小雨，你怎么也信了她的鬼话？跨海大桥是海市的地标建筑，是海外最前端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，怎么可能说被雷劈断就被雷劈断了？但是小雨，你刚才开的有点太快了，我有点晕车，要不咱们下去透透气儿吧？对不起啊，千雪姐，我刚刚真的被那个疯女人给气昏头了。走吧。小雨，吓死我了！不就是打了几个雷吗？一定是碰巧的。啊！这……小雨，霍小雨，你去死吧！千雪姐。小雨，小雨，你怎么了？小雨，不怪我，我应该陪你一起过来的。小雨，不怪我。谢景逸，你们……小雨，你没事儿？我应该有事儿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都亲眼所见了，还不相信啊？你身后那道引雷符，就是他让林千雪贴在你身上的。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，也就是等着你出事故呢。你是谁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个就是害你的幕后黑手。这幕后黑手，这么简单就暴露了？有我在，什么阴谋诡计都无处遁形。放心吧，我会罩着你的。叶景逸，我那么爱你，
你竟然害我！我没有，是林千雪，她让我给你发消息，说你出车让我来接你。你看，谢谢你，霍小雨，去死吧！小雨，霍小雨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只要你死了，石玉哥就会娶我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在霍家当家做主。你敢害我老婆？废物，滚开！不要！别添乱！你居然还会玄门法术！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霍时玉现在已经死了。就算不死，现在也是个植物人。只要他和霍小雨死了，我就不再是霍家的养女，我就可以继承霍家的继承权。都是因为你，去死吧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梁建业，你没事吧？你这是在担心我？你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哥，你快叫救护车！啊，我知道你很害怕他死了，不过就他那点擦伤，等救护车来了，伤口都愈合了。他呀，就是觉得你今天晚上躲过了死劫，所以啊，想把所有的罪责都甩在林千雪身上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是我胡说吗？难道你不是想今天晚上先安抚好他，之后再想办法弄死他吗？这位小姐，我并不认识你吧？你到底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诬陷我？南洋禁术傀儡丝。哼，原来之前在霍时玉房间里面用南洋禁术下毒的就是你啊！这林千雪不过是被你操控而已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够了，江软，叶锦衣救了你，你不感激他也就算了，你还污蔑他。你不是说跨江大桥会被脸给劈断吗？这不也没有应验？什么南洋禁术，根本就是你在胡说八道。我看你才是想要挑拨我跟我哥的关系，觊觎霍家的财产吧。霍小雨，你给我冷静一点。哥，你才是被这个疯女人给骗昏头了吧？锦衣跟我在一起8年，不但对我好，对你和妈还有奶奶也都尽心尽力。你让我怀疑他，去相信一个外人，就因为他出身不好，所以就活该被你们看不起吗？我不会让你们这么羞辱。走。休息了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活的傻白甜恋爱脑。喂，冻结霍小雨所有资产，把她从别院接回老宅。过来善后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说过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既然是你要求的，那霍小雨我照定了。所以我想收点保护费。真好，只要男人长得好，复仇节是渡不了。江软，啊，好痛！江软，叶锦衣这个混蛋，竟然想用禁术破我的天眼！你眼睛受伤了，我带你回霍家，去找我奶奶。你这是在心疼我？我是怕你出了什么事儿，没人救我妹妹。啊！你怎么了？不痛啊！你看，你就是在心疼我。喂，不好了！
少爷，大小姐没有回别院。糟了！老婆，现在好点了吗？还是你懂我。我哥自从醒过来之后，就变得神神叨叨的，竟然相信一个神棍的话诬陷你。他现在是被那个疯女人迷得神魂颠倒。我们先避一避，反正我现在是不想看见他了。好，那我们啊，就再也不回去了。雕虫小技，你不是？就你那点南洋剑术，也敢跟我们享乐宗的玄门正派比？中了我的南洋密毒，还能强行开天眼找到我的位置，怪不得你能救霍时雨啊！小姑娘，你资质不错，连林千雪都不是你的对手。这样吧，你给我下跪认错，并且从今以后跟着我，我就……就你那点三脚猫功夫，也敢评价姑奶奶我？哎，住手！那是迷心灵。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找的骨头磨的铃铛，还好意思说是迷心灵？金屋市场5毛钱一个，我能给你拉回来一吹。喜欢吃绝户是吗？不。喜欢操控傀儡是吗？我是骗子，我是贱人，我是骗子，我是贱人，我是骗子。老婆，渣男，去死吧！这个是这个渣男刚刚想要害死你的全过程，多看几遍，把你脑子里面的水倒出来。嫂子，姑奶奶。霍时雨，宝，江软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老公，我救了你，还有你的家人，总得付出点什么吧？你没事吧？淋漓耗尽，一滴都不剩。江软，姑奶奶，小雨，你跟赵特助说，通知城内所有的专家到霍氏医院会诊。好。哦，还有，你让管家带家里的营养师也过去。霍时雨，你忘了，我这不是病。那你跟奶奶说，让她去享乐宗问问。不用了，我好好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你同是老宅的人，让他们把房间收拾干净，我带她回去休息。哦，好。大哥，这是铁树开花啦！哎，对，那里把红毯给我铺上。哎呀，这边不够喜庆，再挂2条红绳。妈，你这是干嘛？你们回来了。哎呀，既然老太太已经确定婚期了，我就给海城所有世家送了请帖。哎，过2天时雨和软软就举办订婚宴。妈，您怎么没跟着来胡闹呢？哎呀，软软是我们霍家的救命恩人，你以后要好好对待软软。哎，这孩子怎么了？别放了！小心！妈，以后没事离嫂子远一点，她命硬，我们可扛不住啊。没事就好。江软，这个是……你们霍家都是招惹了什么牛鬼蛇神啊？婆婆，这个是你的生辰八字？没错。你这是被人结了姻亲了。姻亲？什么？姻亲？对啊，
姻亲学名冥婚，就是在偏远地区给死人婚配的东西。谁这么缺德，居然把这主意打到了霍家身上？姻亲不是死人和死人才能？吃书的人想把你给害死，你不就能顺理成章的嫁给死人了吗？哥，嫂子居然轻描淡写说出这么恐怖的话。是谁干的？我现在灵力耗尽，开不了天眼，看不见。除非张兰，我不管你现在脑子里想的什么，都给我收回去！哥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回来的路上，嫂子都跟我说了，她只要跟你结婚，就能渡劫成功，恢复灵力，摸你2下，睡你1回就好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闭嘴！只要他们小两口在一起了，软软就能知道谁在害我。妈，儿子，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妈去配姻亲吗？软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救命之恩就该以身相许。妈，您刚看见他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好啦，虽然我是想跟霍时玉搞点结了的事情渡劫，但是灵力枯竭不是1-2天就可以恢复的。那怎么才能快点补回来呢？有霍时玉在身边，我或许可以借此机会修炼，应该不会再被雷劈了吧？办法当然有，明天就开搞。嫂子，这就是你说的要带我们来修炼的地方？简直是胡闹！当然，我们享乐宗的教育就是食为天，饮为乐，玩为趣，乐为心。越快乐，灵力就会越强。相信我，跟着我，你们也会快乐的。奶奶以前真在享乐宗修行过吗？看着也不像什么正经的教义啊。走，我们今天就尽情的快乐。固定2点。继续。3点。清一色。哦，这不是咱们海城的首富霍少吗？哎，这今天有什么雅兴来到我的游戏城？这谁啊？小雨，听说你那个凤凰男赘婿傻欺骗子，差点把你丢到海里淹死。你说你，当时我段家和你霍家联姻，你死活都不动，这结果千挑万选，选了个人渣。现在和二婚寡妇有什么区别？要不你救救我？段明科，眼带桃花，眉心乌青，鼻子上还有一颗乱青痣。妹妹，他之前追过你，然后被你拒绝了。还好你跑得快，他家今天就要破产了，而且他肾虚。你个贱人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段明科，你敢在我面前动我的人？你段家是想一主改姓吗？嫂子，我哥是不是很帅啊？他可是海城很多名媛的梦中情人，要不是那张嘴太毒，也不至于这么大岁数没人敢要。哼，霍少，你不是最看不起我们段家了吗？当初我们段家上你们霍家提亲，霍夫人嫌我们段家是下九流的家族，怎么如今还赶趟的过来了？不让我女儿下嫁，是因为你花天酒地，恶习不改。
今天我们也是误入到这里。软软、小雨，我们走。啊？为什么要走啊？留下来看戏不好吗？我说了，他面上写着“段家今天就要破产了”。你放屁！我段家垄断了海城所有的娱乐城，就算是霍家，也没权利说让我段家破产。当初我向霍小雨提亲的时候，不惜拿出我段家20%的股份，却遭到你们霍家的羞辱。今天既然你们来了，那不妨赌一把，如果霍少你输了，你就跪下来给我道歉。还有，他们俩也留下来伺候我。就你也配拿我妹妹跟我未婚妻做筹码？未婚妻？那我就更兴奋了。霍世玉，你真当以为你霍家还是当初的海城首富吗？你昏迷成植物人的时候，海城的天早就变了。今天你想赌也赌，不想赌也得赌。跟他赌，老公，这破天的富贵，不要白不要啊！这败家子虽然一脸破财衰相，但是家底殷实，送上来的家底咱不能不收啊！好啊，你想赌什么？嫂子啊，你认真的吗？你不是说你灵力耗尽，看不出来了吗？灵力耗尽只是开不了天眼，收拾这种小瘪三不在话下。今天只要他敢上牌桌，他的万贯家产就会输得一干二净。自从我段明科当上了段氏集团娱乐城的继承人之后，牌桌上再无敌手。你敢跟我叫嚣？霍世玉，既然你霍家人这么有自信，那我就敢跟你赌家产，你敢不敢上桌？老规矩，谁的牌大谁赢。我押5000万，真不愧是段家呀，出手就是5000万。那是，段少可是我们娱乐城的黄金右手，牌桌之上从无败绩，他当然有这个底气了。哎，我听说霍少从不来这种娱乐场所，对段少来说，他就是个新兵蛋子。又一个入局要输掉裤衩子的人了。霍晨宇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我的牌桌有个规矩，一跟到底，中途弃牌算输，如果没有更高的筹码也算输。就为了一个小县人的胡言乱语，输掉你霍氏1000亿的家底，这传出去，怕是成为咱们海城的笑话了。我押霍氏20%的股份。我押霍氏20%的股份。果然，在霍世玉这个活菩萨身边，修炼都没有障碍了。这哪是什么孤城寡宿啊，这简直就是我的活菩萨嘛，简直就是我大福气！嫂子啊，我哥在跟姓段的赌家产，你好歹去陪着他，给他壮壮胆啊！你哥那个活阎王，皱皱眉头对付那个小白脸都能吓死，还需要壮胆？过来。霍世玉，你少在那里装腔作势吓唬我，我就不信你的牌能有我的大！我积极的。就这种牌面，你也敢跟我叫嚣？霍世玉，你输了，霍氏的股份还你
的未婚妻，你的妹妹，今天都得给我留下！我看谁敢动我们霍家人试试！对赌还没结束呢，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继续。怎么不干了？不干，我有什么不能？我用5000万的筹码赢了你霍氏20%的股份，霍夫人是怎么教出你这样的蠢货的？你呀，还是好好想想，输得倾家荡产之后，怎么面对自己的列祖列宗吧。小姑娘，好大的礼物！妈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能让我段家倾家荡产。听说你赢了霍家20%的股份。既然霍少有如此雅兴，那你就陪他玩玩。就是不知道霍少究竟有多少家底儿，能与我玩游戏。妈，相信江润。好，儿子，跟他赌。妈这儿还有股份呢，我全部拿出来给你押上。对，哥，我也相信嫂，嫂子金口玉言，是仙女下凡，我把我的股份也押上。霍家人是疯了吗？霍家剩下的全部股份都押上，以你们段家现在的财力，恐怕是上不了桌呀。对，按照你们牌桌上的规矩，弃牌等于认输，筹码不够也等于认输，是跟还是不跟？跟？我就不信了，霍家还能在这儿赢了我段家。这是我段家所有的财产跟股份，我就看看。不够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们段家一个下九流的家族，全部的资产也不过占我们霍氏的30%。就算石玉刚刚输掉20%，你手中的筹码也不过和我们刚刚持平，你有什么资格上桌呢？这是我段氏钱庄目前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你们霍家岂不是没有筹码？根本有没有筹码还不是你说了算。验资。看来霍氏玉是稳了，这么大的赢面，我的灵力也能很快恢复喽。不会吧？霍家的资产比段家多了100块。说什么？我是庄家，我有选择权利，先开牌。哈哈哈哈哈！霍时玉，你死定了！皇家同花顺，你们输了。糟了！霍时宇竟然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，想要我段家的财产，你做梦！快走，快走！快跑，快跑！哎喂！赶紧过去追，一个都别放过！快！
是吧？怎么还有雷劫啊？一家人果然要整整齐齐的啊！段家就这么破产啊？这些都是咱们的啦。哎呦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活得像个饿死鬼投胎一样。我说了，我们享乐宗的教义就是吃喝玩乐，只有吃得好玩得好，我们的修为才会与日俱增，得道飞升。嫂子啊，飞不飞升的我不知道，但您这田雷也太邪乎了吧？会不会把我们霍家老宅给劈了呀？听老太太说，软软命中注定有一劫，可总被天雷追着劈也不是个事儿。儿子，你们俩赶紧把亲事办了，免得软软遭罪啊！哎呀，遭不遭罪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啊，我的灵力已经恢复了一半，我已经能感觉到给婆婆配阴婚的人会出现在我和霍世玉的订婚宴上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想害我。等帮婆婆解决了危险，一定要让霍世玉履行当老公的义务。嫂子，我妈已经把你的身份透露给今晚的宾客了。那咋了？霍家树大招风，我跟我哥被人算计，被渣男吃绝户的事情，他们都知道，马上就会有人来找茬了。你就是霍家请来的全门宗师，还是霍世玉的未婚妻？听说这丫头是享乐宗的弟子，玄门高人。哼，上不得台面的乡巴佬，打着玄门的旗号在这里招摇撞骗。你见过有哪个玄门大师是他这个年纪的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瞧人家霍氏不就上套了，让这小麻雀登堂入室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你嫉妒啊？嫉妒？哼，我会嫉妒你这个土鳖。对呀，你是应该嫉妒的。半个月前，你的未婚夫出轨了一个舞女，结果没想到那个舞女染上了脏病。你是不是感觉最近浑身发痒，脖子上还起了疹子？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去看看吧，别等全身都开满了梅花，成了全海城的笑柄了。什么？他染上了那种病？哼！上周聚会还在跟我吹嘘和未婚夫多么恩爱，没想到竟然是把个瓢虫当宝贝啊！你这个贱人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小心！姑奶奶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。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恶毒？他不就是跟你开了个玩笑，你还要泼他脏水羞辱他？霍家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女人？你知道氨基酸脱水撮合会形成什么吗？什么？文盲。嫂子是太监。乖，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2个字。你7岁还尿床，12岁胖到了120斤，因为心里阴暗，小年纪就在班上的饮水机里面偷偷投放畜生用的催情剂，害得班上30多位同学都体重超标，甚至大部分还患上了激素病。是你爸妈砸钱删除监控，才抹去了你的恶行。哎呀，成年之后呢，你又性取向扭曲，背着你爸妈夜夜笙歌，
其对象啊，还都是男人，其中啊不乏你亲朋好友的对象，甚至你还在事后把处理过的照片发给他们炫耀。我想请问你啊，是怎么有脸说别人恶毒的？好啊，原来毁了我3次婚约的人是你。好啊，原来当年害了我侄子人是你。你敢打我？看我弄死你！享乐宗姜软，金口玉言，不临免钱。还有人要来试试吗？这就是你赞不绝口的儿媳。软软，这是妈的闺中好友，陆家霍家也是世交，知道你和石玉订婚，特地从宾国赶回来，准备参加你们的婚礼呢。软软，以后叫我陆姨就好。这可能不太行啊。这霍家的老太太都得叫我一声师姐，按照辈分，你得叫我一声姑姑。好侄女啊，你老实跟姑姑说，你今天是来参加订婚宴的，还是来给我婆婆送葬的？什么送葬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支书，这就是你赞不绝口的好儿媳。怎么了？石玉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陆霍两家相交近100年，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这一次听说你要订婚，我特意推掉了几份合约，从宾国赶回来，结果被你的未婚妻污蔑。我来给你妈送葬。是的。软软，你不会是弄错了吧？婆婆，你跟他高中相识，说是世交，实则他父母早亡，是在福利院长大的。读书期间也都是霍氏在资助，进而你们才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也是因为有了你，他才认识了陆家的少爷，成为了陆家的少夫人，也就是如今的当家主母。我说的对吗？这小姑娘有点真本事。这有什么？陆夫人的家世又没有隐瞒过，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呀。他说的送葬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陆夫人还会害霍夫人？小丫头，你都听到了吧？拿一些人尽皆知的消息出来危言耸听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玄门弟子？在我看来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哗众取宠、满口疯话的小神棍。我倒是也想听听你说的送葬是什么意思。陆家的二少爷在国外花天酒地暴毙而亡，陆家之所以一直没有送葬，也就是因为他臭名远扬，根本没有名媛愿意嫁给他，所以你偷偷拿了婆婆的生辰八字和头发，给你的小叔子结了姻亲。林千雪被雷劈了个半身不遂，你为了给你的亲生女儿报仇，所以就拿最信任你的婆婆开了刀。你胡说八道！你简直胡说八道！林千雪是霍家的养女，怎么就变成我的女儿了？支书，我们来往了几10年，没想到你竟然因为一个疯丫头的话，你质疑我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以后也不要来往了，以后陆霍两家的合作也就断了吧。锦玉，哎，锦玉，这可能有误会，咱们两家的合作。找了这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脚家精当儿媳妇，霍家迟早毁在他的手上。你们也看到了吧？现在的霍家哪有霍董事长在世的风光？你们也不会跟着霍家胡闹吧？被这个神棍小丫头糊弄。支书，石玉，如果你们执意要娶这个女人进门的话，那我们两家的交情也就到头了。赵助理，3个小时内
找出霍氏集团和陆氏所有的合约。是。解约。霍氏月，你疯了！没有人能威胁霍家，威胁我，还有我的未婚妻。赵特助，送客。行。好，你们别后悔。等等，好侄女，你可以不想承认想要害我婆婆，但是明天你就会求着向我婆婆忏悔。那我等着。然然，你说拿着我的八字去结姻亲的，真的是解约？老公，你不妨去查一下林千雪和叶锦逸是否已经不在医院了。林千雪和叶锦逸不见了，就连二叔也失踪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害过我们的人都失踪了，难道真的是解约？这是什么？陆家的祖宅和霍家的祖宅是否是挨着的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一套用南洋禁术封住的娃娃，他们那边的歪门邪道信奉这些可以改变人的气运。你们看啊，这个红色代表的是霍家直系血脉人数，蓝色代表的是陆家直系血脉的人数。这数目的确对得上。这要再往前数20年啊，陆家是绝对比不上霍家的，甚至可以说这陆家是依附着霍家而活的。只不过这霍董事长，也就是说我那素未谋面的公公出意外死亡之后，这陆家就突然异军崛起，成为了海外市场的名牌企业。所以啊，是他们抢走了霍家的气运，霍董也是被他们给害死的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是陆家人害死了我爸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。站住！哥，听江然的。我说了，陆景瑜明天就会回来求着忏悔的。医生，那个死丫头全都算出来了，她知道我和千雪的关系了。慌什么？娃娃送出去了吗？送出去了。放心吧，有那对娃娃在，江软很快就跳不起来了。嫂子，陆家那个老不死的，今天真的会来求着我妈忏悔？对呀。那他怎么还不来呀？嫂子，我哥的怨气怎么看着比鬼还重啊？唉。不许睁开！原来你还这口。我们还没举行婚礼呢，记得多保持距离。你不是答应过我要跟我探讨节日快乐的吗？哦，我骗了你，不好意思。我是一个传统的男人，接受不了婚前。千算万算，没有想到你哥是一个清朝回来的老古板。他是害怕我不对他负责。嫂子，男人嘛都是需要哄的，像我哥这种闷骚玩意儿，一定是你没给够他情绪价值。怎么哄呢？嫂子，你听我的，保证我哥立马缴械投降，成为你的旗下之臣。
时月。霍时月，我的心里眼里都是你。现在，我能申请成为你心里的常驻居民吗？我哥果然是个闷骚，大老爷们儿还喜欢要仪式感。原来他吃这套。你现在灵力没有完全恢复，你现在就是一个随时会掉链子的小菜鸡，小心偷吃着了。富哥是这么测试的男人，你是块木头。时而好有雅兴啊！霍氏集团都快要倒闭了，还有心思跟未婚妻在这儿打情骂俏。小丫头，你不是说我会找你忏悔道歉的吗？我今天倒要看看是谁求着谁忏悔。江川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霍时玉，你早该死了！这个小丫头不自量力，妄图保护你们全家，你以为她不用付出代价吗？陆景玉，老人赋予的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原本时玉会变成植物人，千雪嫁给他就可以继承霍家的股份，小雨也会因为车祸而亡，叶锦义就可以趁机入主霍氏集团。等架空了你和那个老不死的，霍氏集团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虽说这个小丫头横插了2脚，她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我劝你赶紧把这几份股权让渡书都签了，还有陆氏注资的新项目，我还可以留下你们的狗命。否则，这是陆景瑜，你搞什么鬼你？陆爷，我们霍家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从未。不知书她嫁入豪门，把我当乞丐一样施舍。他们对外宣称跟陆家是世交，结果还是把我们当奴隶一样使了。既然你叫我一声陆爷，我劝你赶紧把这些文件签了，否则你就亲眼看着霍家所有的人身中南阳奇香，变成怪物，长穿肚烂而死。陆景瑜，我侄女，姑姑说过你会回来忏悔的。陈软，软软，我们没事了。江软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不过是把你对霍家做的反噬到你自己身上罢了。我劝你，还是赶紧给我婆婆跪下道歉，然后把给她配阴婚的东西给烧毁了，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。想让我求你们，做梦！站住！嫂嫂，好不容易把你们救下来，就别羊入虎口了。江软，你怎么了？快把这个交给师妹，我要冤。师妹，叫奶奶。谁叫我？孙子、孙女、儿媳妇，谁敢欺负我小师姐？她怎么了？哎呀，老太太，
软软这是怎么了？他救了咱们家几条人命，这是到底怎么了？奶奶，你倒是说啊！太累了，睡着了。哎，你们可别看他现在这样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睡着。他要是灵力损耗过度，恐怕这种深睡的状态会一直是这样的。我听师傅曾经说过，他要是过不了今年7月15，这小命怕是不保了。那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有我在。好赖我也是享乐宗的鸡鸣弟子。奶奶，这是有了。诗玉，你现在和小阮圆房，他的精力就能恢复，这样我们霍家的所有麻烦都能解决了。我拒绝。石玉，你不救软软了？趁他现在这样无知无觉的时候占他便宜，那是叫救他吗？江软是我的未婚妻，应该受到最基本的尊重和保护。哎呦，奶奶，您就别用那套招摇撞骗的东西糊弄我了，您肯定有办法把他弄醒的。那只有进霍家祠堂了。老太太，你还有别的办法没有？这霍家呀是100年家业，历代老祖宗收藏的好东西全都在祠堂里放着呢。这也是海城唯一的灵运圣地，把丫头放到那儿去修养，或许还能醒来。否则，可是我们当年从霍家祠堂分家出来的时候，已经跟祠堂的宗老都闹翻了呀。哥，他们肯定不会让我们进去的。所以呀，只有11或晚晚完婚，这也是最好最简单的选择啊。我明天带他回宗祠，等他清醒之后，给他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哦，奶奶，这是江软让我交给你的，你收好。叶少，救我！我的脸。废物！还想让我求他吗？穆之书，做梦！明天，霍时义就会带江软去霍家祠堂了。我们的计划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。你去替我亲密王。让赶来我霍氏宗祠撒野，大扫把带着你们小扫把星，是想让我霍家覆灭吗？让开！三叔，我和我哥到底还是霍家的子孙。子孙？当初宗室分房，让你们大房掌管霍氏妻，二房辅佐，留下我们三房守着这祖宗祠。如今你们想进来，不得先问问我这个主人吗？那三叔，我今天要带我的未婚妻去见列祖列宗，把本领让他一下。霍时玉，你就是个天煞孤星，3岁克死了爷爷，12岁克死你爹，霍氏在你手里那是风雨飘摇。前几日竟然拿着全部家产跟段家的那些下九流对赌。今儿我要是让你进了这祠堂，让祖宗蒙羞，赶紧带着你的小扫把星滚！那我一定要进呐！霍时玉，你这是对祖宗不敬。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小神棍，但我不能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玷污祖宗祠的，把他们给我撵出去！哥，你带着嫂子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嫂子怎么画这么多雷？是嫌被雷劈的还不够多吗？哎，给我拦住他们！打呀！
别动！别动！嫂子真是小仙女下凡，这玄门符咒也太好用了吧！哦，这下。霍时玉，你还要任性胡闹下去吗？跪下，擅闯祠堂，按照霍家族规，该怎么罚？罚鞭80。当初你们长房和宗族分家，是我亲自写下了分离书，要求你们长房不能再踏入宗祠半步。现在你带着外人大闹祠堂，真是不把列祖列宗放在眼里了吗？大侄子只是离家久了，半点没把咱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。二哥也被他整了个有种送进牢里的生活犯去。早知道霍家出了你这个畜生，当初就应该掐死你。三叔，你别太过分。当初是爷爷亲口说的，让我哥继承集团的，是你们2房3房基于集团总裁的位置，才各种挤兑我，甚至在爷爷去世后直接把我们赶出宗祠，我哥才没有对不起你们呢。少背说话，有你小丫头插嘴的份儿啊！哥，是够好的。三叔啊，我知道你们有气，你们可以责罚我，但只要让我的未婚妻进祠堂。好呀，那你先领着这80鞭的家法，再说让不让你进。伤他脸了？你霍时玉，你们敢！我呸！老儿不死是为贼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直呼我老公的大名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呀，哎呀啊！哎呀，哎呀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才睡了这么一会儿，你怎么被人欺负成这样？这要是变丑了，怎么结婚嘛？啊！你欠我2条命了，江软，你下半辈子只能靠卖身偿还了。卖身？霍氏宗祠今天真是热闹，我是不是来的有点晚了？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倒是命大，可惜也没什么用。老爷子，需要我帮你报警吗？有夫人，还好你来了，要不然这霍氏祠堂就被这3个小畜生给闹得鸡犬不宁了。不孝子孙，不孝子孙呐！我绝对不会放弃，我要把你们送去出牢饭。霍老爷子，上了年纪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脑子痴呆还老眼昏花。这霍家上百年的气运都要被眼前这个女人给偷走了，你还在帮着这个外人对付自家的子孙，你就不怕霍家的列祖列宗半夜爬起来找你算账吗？你胡说八道！你年轻时求学是万年老二，上头永远压着一个10项全能的大哥，所以你心存记恨，每天都诅咒他不得好死。可惜啊，这霍老爷子寿终正寝，不但顺利地继承了霍家的家业，还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地活到了80岁，更是指明自己的孙子霍时玉当下一代的继承人。
你不甘心一直被长房压制着，所以借着霍时玉的父亲出意外的事情借题发挥，伙同二房把年幼的霍时玉赶出了宗祠。可惜啊，这霍时玉根本就不鸟你们，靠着自己的实力接管了霍氏，并且还稳住了霍氏首富的地位。所以你不惜在祠堂做了手脚，为的就是害死长房全家。嫂子，你说他们对祠堂动手害我吗？没错，你大哥还有婆婆接二连三的出事情，还有你的父亲当年也是死于意外，全家都没能幸免，再加上霍时玉倒霉催的命格，一定是有人在阴宅动了手脚。可惜啊，祠堂正中挖沟，服从腰断，这是诅咒霍家断子绝孙、散尽家财嘛？你放屁！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你懂个屁呀！什么断子绝孙？长房一出事，是他们自己没福气。霍家可是海城首富，怎么可能散尽家财？那这挖沟的馊主意，应该是我大侄女告诉你的吧？只有你们这种蠢货才会帮着一个外人对付自家的血脉。之前我问过我婆婆，霍家的祖宅跟陆家是否是挨着的。我问的不是霍家现在的祖宅，而是两家的宗祠。陆家的宗祠在霍家的右侧，房型多为直角，青龙白虎相冲，青龙被遮挡，家中的南寺自然会惨遭横祸。大家不妨想一想，最近几年惨遭横祸的，真的只有霍家的长房吗？过不了多久，只要是霍家的南寺，都会死于非命。这丫头，你害我们！你们还真相信这个丫头的胡言乱语？没有陆家，霍家早都把你们抛弃了，哪有能力对付霍氏？一个街边的神棍，你还真把他当成大师了？大侄女，这都多久了，还没有学乖呢？我不但会玄门法术，还能揭了你的老底，让你有的翻身。交出来！这个是你埋在霍家祠堂里的娃娃吗？这个娃娃用了南洋禁术封印了林千雪的心头血，还有生辰八字，让她成为了叶景印的傀儡。你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把她送进了孤儿院，从而引导我的婆婆去收养她，为的不就是争夺霍家的产业吗？陆爷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你可是我妈最信任的朋友。朋友？我才不需要你妈那样虚。马上，我就再也不用看到那一张虚伪的脸了。这是婆婆结姻期用的婚牌。江软，你救不了霍家。当着我的面动我的家人，经过我允许了吗？好了，婆婆的麻烦也解决了。等我们找到罪魁祸首叶景印，霍家的危机就彻底解除了。解除？解除？叶少应该已经……哎，今天不是霍家大少的订婚宴吗？他怎么没来？前几天还听说霍家那个赘婿杀妻夺财，被送进看守所以后失踪，怎么今天又来到宴会上了？
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儿的订婚宴，我有事要说，大家也给我霍家做个见证。我孙儿身体孱弱，时日无多，等他和林千雪订完婚后，我把10亿名下的股权全部交给林千雪打理，由他做10亿的代理人。还有我孙女霍小雨沉迷赛车，突遭车祸身亡，我把她名下的股权全部赠给她的丈夫叶景逸，而我霍氏集团也暂时交给景逸打理，由景逸担任霍氏集团执行总经理。谢景逸，这个方法真的可行。今天过后，江软、霍时玉还有霍小雨都会死在霍家老宅，你妈埋下那个娃娃也会生效的。霍家所有的契约还有财产，全都由你一个人继承。至于这2个老不死的，还有霍家那一堆臭虫，都会一并消失。从今天以后，我们才是霍家的真正主人。真是便宜那个江爽，让我吃了这么大的亏。我现在好不容易休想过来，居然没有机会找他报复回来。谁说你没有机会的？这是？不是说霍大少身体孱弱吗？是啊，刚才还听霍老太太亲口说霍二小姐没了。你才没了，你全家都没了。狗男人，你怎么还活着呢？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早说了，你这种3脚猫功夫，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。江软，又是你！你们小子为什么一直跟我过不去？霍时玉是我的大福星，是我江软选中的男人，你敢算计他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我之所以没去找你，就是因为我还没有修炼成功，需要养精蓄锐，懒得跟你喳喳计较。真以为我收拾不了你呢？别过来！你们，你小瞧我，你们忘了，我老太婆也是享乐宗的弟子。渣男，可算让我逮着你了，打死你！结束了。对啊，霍家的危机已经彻底解除了。还有啊，你看，我从祠堂回来之后发现，我已经渡劫成功了。没有天雷。Yes， 我也可以像我师父师兄一样飞升了。霍时玉，谢谢你啊，哥上像个男人一样上啊！霍家的事情解决了，现在该我们了。我们的婚礼啊！婚礼？我现在已经度过死劫了，搞男人好像不重要了，婚礼也没有必要了。婚礼也没有必要了。江软，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当初不是你不愿意娶我的吗？还威胁那个什么赵特助改名，甚至把我连人带床都给扔出去了。现在你的清白能保住，不是应该松一口气吗？还是说你已经喜欢上我，真心实意的想要娶你？我真的是瞎了眼才会想娶你。怎么又生气了？嫂子，你不想嫁给我哥了？我当然想了，只是我之前投怀送抱都被他给拒绝了。现在我渡劫成功，也不想再来打扰他了。看你们俩，个个都是木头。嫂子啊，你跟我哥共患难到现在，这个时候放弃，不就相当于把我哥推到别的女人怀里？霍家的危机已经解除了，以后肯定会有很多漂亮的千金小姐去接触他。你能忍受我哥的怀里搂着别的女人，让别的女人做我们霍家的少夫人？他敢！
那你还在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追上去，死缠烂打，生米煮成熟饭。无论他怎么挣扎，都绝不妥协，让他这辈子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师傅交给我的最后一项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不能这么草率的离开。哎，什么任务？礼堂、鲜花、礼仪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等霍总求婚了。赵教主，你说该用什么办法让这个小笨蛋开窍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女之家？哎，算了，你个单身30年大龄少女，你懂什么？走。霍时玉，霍时玉，你怎么又咳嗽了？之前的余毒不是都给你解干净了吗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当然不能跟你们这种要修仙的人比了。啊！我救过你2次，你却对我这个身体强韧的对人做过保护。你们享乐宗的人都是像你这样负责任吗？但我还救你全家好几次呢。果然，不愧是我看上的极品男人。霍时玉，虽然我们还没有搞洞房，我就已经顺利渡劫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带你享受人间极乐呢。不如你就从了我呗，毕竟我们还是有婚约的。这就是你求婚的场面。什么你？没有。想让我履行婚约，你的筹码怕是不够了。我享乐宗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还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？霍家经历风雨的强大，集团生计极尽，高层已经决定让我去联姻，在霍家手中地位，没有足够的聘礼，叫我如何做一个上男？我倒要看谁敢抢我的男人。霍时玉。这些就是你的相亲对象，怎么也没见哪家小姐。江总，这是我钱家送来的见面礼，这些都是来交投名状的。霍时玉，你是在出卖自己的贞操啊！价高者得，哪家给的钱多，你就跟哪家小姐联姻。好，那我今天就给你算算，在场的有没有你的金玉良缘。拿着，秦家白手起家，在海城的财力算是前10吧，不过他家只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，你没机会喽。海城王家富豪榜排行第3，仅次于霍家，有一个嫡系长女，今年20岁，跟你还是青梅竹马呀？青梅竹马倒是算不上，只是小时候见过几面。哎，这件挺应景啊，适合在婚礼上穿。霍时玉，你真打算娶别人啊？你是为了修炼想让我娶你，还是你自己真的想嫁给我？你真的能分清你对我的渴望是你想游戏人间，还是发自内心的对我有感情？这样吧，我不是你增添阅历的工具。霍时玉，
霍时玉，我喜欢你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开始，从我想要嫁给你开始，从我一次次救你，你又一次次救我开始，我喜欢你。霍时玉，你就是我江软想要共度余生的人，不为了修炼，也不为了渡劫，只是因为是你，我喜欢你这个人。哇，说出来了，嫂子，你终于给我哥表白了！我这小师姐呀，终于长大了。哎呦，保佑这傻丫头呀，终于开窍了。嫂子，你傻呀！这是我哥给你下的圈套，为的就是让你给他表白，也就只有你会傻乎乎的上当，心甘情愿的往他圈套里钻。亏你还是神算子呢，见谁都能揭谁的老底。但凡你对我哥多掐2下手指，也不至于被他耍得团团转。霍时玉。